嗨，大家好。那最近有一个关于 iPhone 18 Pro 的爆料视频呢，在网上炸开了锅，因为它的渲染图显示iPhone 18 Pro 的动态岛呢被放到了左边，变成了一个左侧挖孔的设计。但是呢，今天这视频呢，我要给大家一个结论，这个左侧挖孔的动态岛大概率是一个误解，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设计。那这个误会呢，其实是来自于翻译的错误，因为已经有供应链方面的爆料员出来澄清了，说不是整个前置摄像头被移到左边，而是 Face ID 中的红外摄像头，也就是 AR 摄像头呢要下屏而已。那这样的动态岛呢就可以缩小，而不是整个摄像头挪到左边。那有人可能会想到，那为什么苹果不直接把自拍摄像头挪到左边呢？那其实这一点从硬件结构上呢就可以看出来很不科学，因为现在呢 iPhone 的自拍摄像头呢是在顶部的中间位置，那它现在内部呢其实已经占满了空间厚度。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挪到左边的话呢，那现在背部和闪光灯呢以及主摄的这个结构呢就会发生冲突，也就是意味着苹果必须重新设计整个摄像头模组甚至闪光灯的位置。那如果苹果真的要准备大改呢，它不可能刚在17 Pro 上才做完的这个完整设计，而且从硬件排布和逻辑上来说呢，这种就是完全左移前摄的玩法呢是非常不可能的。而且呢，行业分析师也一致认为 Face ID 呢不可能一次性的把所有部件下屏，只有 AR 摄像头呢才是第一步。这也意味着就是传统点阵摄像仪和前摄核心部分呢还是在中间的位置。那再加上苹果的这个审美逻辑以及动态岛呢，从诞生起就是为了区别安卓。那重点问题来了，就这一次呢，苹果其实是想把动态岛呢做得更小。那这里其实有3个非常靠谱的原因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技术以及产品节奏的一个组合逻辑。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Face ID 2.0 的一个升级。当 IR 红外摄像开始下屏之后呢，它和点阵摄像仪之间的距离呢就自然拉开了。那这个距离呢，对于 3D 深度建模来说呢，就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它距离越大呢 ，Face ID 的这个识别速度和这个精度呢就更高，而且呢也更加的安全。更精确的 3D 信息还可以用于人像模式以及视频景深，还有就是未来的 AI 以及 AR 的这个功能的改进。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苹果呢逐步走向全面下屏的长期计划。因为苹果做事呢就是一向会循序渐进，不会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放到屏下的。那它先会下一个部件，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呢，收集真实的数据，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这和苹果以前呢先在 iPad Pro 上引入激光雷达呢，再为后来的产品铺路的策略呢是一模一样的。那第3个原因就是产品升级节奏里的 S 年的策略。因为 iPhone 呢是3年一次大设计改动，也就中间呢是所谓的 S 年。那么 iPhone 17 Pro 呢其实已经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那么 iPhone 18 Pro 呢很可能就是 S 年的机型。那所以苹果呢是要找一个看起来就是有点不一样的点，让观众一眼就能分辨出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型号。所以说呢，更小的动态岛以及升级版的 Face ID 呢，就是它的最聪明以及风险最低，最能让用户觉得这次就是值得等一下的一个设计标记。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10个升级点，然后让大家一起看一下是否值得我们等待 iPhone 18 Pro。那首先呢，就是继续保留它原本的这个设计，也就是 iPhone 18 Pro 以及 Pro Max 呢，很有可能继续使用和 iPhone 17 Pro 类似的 6.3 以及 6.9 寸的这个屏幕，然后以及3个摄像头的这个相机台阶的一个设计。那当然了，它的总体设计呢也会更统一，更加的精致。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更统一的背面的外观，因为有传闻说呢，苹果会让后盖和这个框架呢更加的协调，以及减少颜色的分界，然后整体呢会显得更加的高级。那第3点呢，就是更大的电池。那有爆料称呢 iPhone 18 Pro Max 呢，它的机身呢会比之前略厚一点，因为这有很有可能就是装更大的电池，从而提升它的这个续航能力。那第4点呢，就是更小的这个灵动岛。那虽然呢就是不会完全的消失呢，但会比之前变得更小，更加的精致。那第5点呢，就是这次呢会采用 A20 Pro 的芯片，也就是2纳米的工艺。那这是苹果史上最先进的芯片工艺之一，可以说是性能能效呢都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那第6点呢，就是苹果会采用这一次它自研的这个 C2 调制解调器，也就是新一代的5G 网络芯片。那并且呢大幅度提升5G 的速度和能效。那第7点呢，就是传闻三星呢会提供更新的3层传感器，也就是提升动态范围和低光的表现。那第8点呢，就是 iPhone 18 Pro 呢很可能会成为史上首次装备可变光圈的镜头，可以呢在不同的这个光线条件下呢可以自动调整这个光圈的变化。第9点呢，就是 5G 卫星上网功能，因为这一次呢不仅是一个紧急消息，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卫星 5G 网络联网功能，可以覆盖更多的死角。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简化相机的控制键和新颜色的选择，因为相机的控制按钮呢很有可能进行简化和这个降成本的一个设计。那同时呢，传闻带来了就是包括新的颜色，酒红色、棕色、紫色等这个新的配色。
所以呢，从综合来看呢 ，iPhone 18 Pro 的升级呢，不仅仅是一个缩小动态岛的这个设计，而是它背后呢有一系列实打实的升级，包括从更强的芯片、5G 卫星上网，还有可变的光圈相机、更统一的一些设计等等呢，从产品逻辑到实际体验呢，这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些进化。那当然了，如果你不追求最新的这个设计，还有最新的这个功能来说呢，你当然可以现在入手 iPhone 17 Pro 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屏幕前的你是怎样看待这一次 iPhone 18 Pro 的这个升级呢？你是否期待更小的动态岛，还是更期待 A20 Pro 以及卫星5G 上网，还有就是它的相机大提升呢？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啊！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留言啊！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见啦，拜拜。